对啊，哎，你最近骑车载我频率是不是越来越高了啊？没办法，最近帅的车越来越多，像这就是其中之一，由 SYM 所打造的 DRGBT， 并且进入了小改款。它外形的确是很杀哎，远远骑过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骑防晒而来的，是不是？速可达可以做到这样，这根本就是尖端科技的结晶嘛！而且啊，因为小改款的缘故，原厂也做了非常多的调整，再加上这款车从第一代开始，它的外形就是以龙为发想，所以呢，我个人昵称这辆车叫做第二代的龙王，都已经变达路了，我跟你讲。哦，好啦。不用说这么多，我现在马上带你去兜一兜。虽然今天的天气有点冷，但是我骑了这台车，保证让你热血沸腾。我会热血沸腾吗？你连手套都准备好了。耶！哇，空气好好哦，而且这个椅子很大哎，坐起来很舒服哎。我发现啊，一路上坡，车子居然可以这么丝滑完全不会有拖重感像一般我们所知道的燃油速克达，在上坡的时候其实都会那种有点气喘吁吁的感觉啊，撑不上去。对，骑车人都会知道啊，那怎么可以做到既流利又带劲啊？我觉得你问到了这一次小改款的关键哦，因为这一辆 DRGBT 啊，在这一次小改款之后呢，导入一个非常重要的配置，就是 ZRSG 静能电驱系统。静能电驱系统，简单来讲，就是增加了一颗电动马达来辅助引擎，在起步及加速，透过马达的力道辅助，让整体的推力可以更加的进阶。这个也就是这一次小改款的一大重点。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在上坡的路段，就会发现为什么可以非常顺畅的扶摇直上，就是因为透过马达辅助的关系。不举一般的燃油速可达，必须要把转速拉到比较高的状态下，才会有好的力道反应。可是现在就不需要了，因为即便是低转速的状态，透过马达也可以给予相当程度的辅助力道。真的所以在吹油门的时候不会有那种迟缓的感觉。对，没有错。那其次呢，就是 DRGBT 从第二代车型开始就导入了名为 Hyper SVIS 的全域可变进气系统，听名字是不是就觉得很厉害？对啊，因为啊，这可以说是善用车辆进气的惯性，并有效提升性能的独特装置。跟其他的燃油速可达相比，最主要的就是在空滤盒里面多了一支管子。管子？这支管子呢是借由电磁阀控制的可动进气管，在侦测车辆的转速跟油门呢，就会决定这支管子所在的位置。举例来说，在低转的状态之下，这一支进气管就会主动贴合在进气口上面。这个对于空气来说，就是进入的路径变长了，跑动的距离增加了。专业一点的说法呢，就是延长了空气脉冲的行程。而这段距离呢，所产生的时间差，刚好可以对应气门较慢的开闭频率，等于完美对准了在低转之下引擎的呼吸节奏，形成了所谓的风之呼吸。这样子不止让中低转的力道表现更加的提升，甚至在马力值都可以增加整整6%之多。相反的，在引擎的转速突破5750转之后呢，电磁阀就会控制进气管断开进气口，让进气口可以大口吸气更带劲。不仅在高转状态下，马力可以足足提升10%之多，整体的加速表现呢也会进而有所提升。小改款之后，立珠还特别降低重量，达到只有0.9克这么重，就是通过这些科技跟细节，让这辆小改款后的 DRGBT 在骑乘上面产生了决定性的差异。虽然就账面数据来看这辆车最大马力依旧是维持在16 PS， 并且还有15.1牛顿米的扭力值。可是呢，你实际骑乘之后，就会发现它变得非常丝滑，在力道的接续上面有一种永不坠落的感受。我觉得这就是这一次小改款的奥秘，也让这一辆 DRGBT 变得比过去更加的好骑，力道表现、加速反应也更加的流利。我这样听完你说的这一些这么机械化、物理的一些有的没的，我真的是听得头昏脑胀必须要吃个午餐来压压惊了啊！我们都来到万里了，是不是要来吃一下万里蟹啊？这里是龟吼渔港。我们现在来这边要干嘛呀？
不要跟我说，等一下我们要吃万里蟹，我们还要自己去捕蟹。没有，捕蟹真的太辛苦了，我觉得那个真是人人所不能。对，但我认为吃一种食材之前，我没错们要尊敬它，认识它，所以要捕蟹。所以我们要先来看它的产地。那就好，我刚刚真的一度有点害怕，你知道吗？没有那么硬派，没有那么残忍这样子啦。没有那么残忍。哦，那你知道螃蟹是怎么做的吗？这不是基本常识吗？你看那边有很多蟹笼啊。哎呦，常识，你长大了哎。我长大了，没有啦，喜欢吃蟹的人还是要有所略知一二啦。对啦，有被你培养起来。可是捕蟹这件事情，就像我们看到的蟹笼啊，其实可以提升我们在捕蟹的效率。但最重要，它是可以不要破坏我们栖地的环境，也是永续渔业很重要的一环啊。没有错。那大家应该都会认知说，其实万里蟹就是它的捕捉海域其实都会在西北渔场。对，没错。在早期的时候捕螃蟹其实是用网具，但他们发现螃蟹都会藏在泥沙之中跟礁岩中间，所以其实网具非常难捕捉。有些渔民就自己用诱捕的方式，他们将铁制的基笼做改造去捕捉，但是他们发现太重了，而且又不好用，捕捉效率也非常差，所以直到后期才引进了韩国使用的蟹笼，大幅的提升捕蟹的一个效率。而且我后来才知道，其实他们是怎么样做蟹饵，他们是用秋刀鱼跟煎鱼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然后放到蟹笼里面，然后螃蟹就会来吃，就可以捕捉到它了。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捕蟹产业规模已经扩到至今，那像我们看到万里、龟吼、野柳，甚至是富基港，都可以看到非常丰富的捕蟹产业。哇，这么有常识，我也是很有内涵的好不好？我好不习惯。什么不习惯啊？这才是真正的我呀！既然看到你对螃蟹有这么深刻的认知的份上，我应该要好好请你吃一下，好好的犒赏你才对。你说吃螃蟹的部分吗？对啊。那我觉得我会很开心我感谢你。那在吃螃蟹之前，我也来好好认识一下这台车。好，我先看一下它的外观，这是必要看的嘛，因为你说龙，对不对？对啊。看一下龙王在哪？有有其实讲真的啦，远远的看，我就会觉得它蛮特别，因为它其实是有那种动物的野性，还有一点侵略性的感觉。就我刚才有发现，它居然有德国红点设计的奖章我觉得你有抓到重点因为其实从第一代的 DRGBT 开始，就是以龙为意象，来到第二代，这样子的仿生式设计变得更加的清晰，包含阵列式的龙牙灯组，有没有看到？有一颗一颗的尖牙利齿就在上头。真的看起来比较立体。那以同样的设计来到车尾，则是龙息尾灯，同样是矩阵式排列，再加上车头这两个像小翅膀，是以龙的犄角为灵感发想出来的设计。而且在这次小钢管之后呢，还特别把这个部分做成熏黑式的，所以看起来肃杀气息就更加的明显。有，其实你一整体这样看，真的有龙的感觉。在这个设计之下，同样的在车侧也导入了跑格空力套件，所以它有很好的车侧老流效果，再加上非常流线的身形，就成就了这一辆第二代的 DRGBT。我发现他们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厂家，因为其实我们已经有骑过他们蛮多款车型，他们将很多生活上会遇到可能动物把它融入到整个车子里面，让每一台车子很有故事性，也代表了他们每一台不一样的象征性。从我们之前骑过 Fido， 对，小提琴嘛，没错，然后到上次的你骑来找我的 CLBCU 蜂鸟，对，然后到这一辆车，当然要拥有更帅气的跑旅外形，所以以龙为意象来发想，我觉得都非常适切。而且这个其实是非常符合法国学者布西他所谓的符号消费。那其实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部分这辆车在小改款之后还做了一些进一步的调整，譬如像现在骑的这一辆呢，它就配备了 Keyless 免钥匙系统，也就是说我钥匙带在身上就可以直接进行发动。在配备上面提升了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前碟盘的尺寸加大来到268mm，那后碟呢则是维持在230mm，并且皆采用浮动碟的设计。另外一点关键就是车身设计是采用50:50，前后比的设计非常的均衡，采用轻量化的带摇臂以及中置后避震，坐高设计甚至在790mm，重心非常的集中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的提升车辆在操控的稳定性，以及本身具备更加运动的操控表现。更重要的是，导入了白牌级距当中目前唯一的 Bosch 弯道 ABS 和弯道 TCS， 大幅强化骑乘时的安全性
尤其是弯道 ABS 哦，这可以说是本次小改款最有诚意的配备哦。不仅将重机科技下放到白牌速克达上，相较于一般的 ABS， 弯道 ABS 的优势在于过弯车身处于倾斜状态之下，如果遇到突发状况需要急刹，传统 ABS 往往会让车身瞬间直立，导致路线外抛甚至打滑。而弯道 ABS 之所以可以克服这点，是因为里面有一颗叫做 IMU 的智慧大脑，会随时侦测现在压车倾斜的几度，借由精准的数据来分配出最佳的刹车力道。这代表，即便在弯中扣下刹车，车辆依然能稳定的维持在原本的路线上。这就是为什么刚刚在山路上面可以如此的行云流水。我突然发现，那你今天骑这台车不就有它的道理？因为那根本都是龙王聊海鲜啊！拜托，你骑着车龙王去吃虾兵蟹将，这样是合理的吗？对耶。哇！欢迎莅临龟吼渔夫市集。等一下，这我记得之前经过好像没有看到这一栋。你的印象是对的，因为2025年的时候才刚刚盖好，新鲜热辣。我们就去年的事情而已。这个其实是有经过历史演进的哦。你看到这一个渔夫市集，最早就是旁边3、4个小摊子在那边卖螃蟹、卖海鲜哦，那个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情。后来呢，2012年的时候，新北市政府成立万里蟹这一个品牌，这里也开始改建，在2015年的时候呢，变成货柜屋的渔夫市集形式。那经历了10年之后呢，也就是2025年才成为现在这样子2层楼的建筑，下面可以买海鲜，上面呢则是有熟食，并且有观海平台。我刚刚还有看到它里面每一个摊位都跟你说它可以代客料理。对，没错，很贴心哎。那其实这样的设置我觉得很好哎。你看下雨天也不用怕不舒服。对啊，而且以前这附近还没有便利商店，现在因为有这一栋，所以连便利商店都有。很方便哎。你真的很了解这里，你是很常来是不是啊？好，在这边吃海鲜吃到大的。真的假的？难怪你可以了解它的那个历史的脉络哎。因为我亲眼所见啊。好啦，也是啊。可是我很好奇哎，到底为什么万里蟹要叫万里蟹？那意思就是因为它是万里的关系，地区的关系吗？当然，地区也是其中之一啦。但是万里蟹这一个名词呢，其实包含了3种螃蟹，这当中包含3点蟹、花蟹，还有石鲟。那我个人最喜欢的花蟹呢，台语叫做回奇亚，回奇亚就是所谓的锈斑蟹。锈斑蟹，对，你会看到它的壳有点像是锈斑一样，所以以此来命名。那另外呢，3点蟹的台语就是撒点嘛，很简单，3点仔，又可以叫做红心梭子蟹。红心梭子蟹是因为它的那个点的关系吗？对，没有错。那另外石鲟呢，在这边现在比较看不到了，因为季节的关系。对，刚没看到。那石鲟的话呢，则叫做善泳蟹，擅长游泳。好可爱哦，善泳蟹。那这3种螃蟹呢，都是所谓的梭子蟹科的物种，也就是你有提到的西北渔场里面容易捕到的螃蟹。没错。那另外在捕螃蟹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有一定的规定，除了每一只螃蟹都会用荧光绿的绳子绑起来，这是为了要作为万里蟹的政治标记之外，捕螃蟹的时候，如果抱卵的螃蟹是不能捕的，捕了会犯法。为了要渔业永续。另外，壳的宽度如果小于9公分的螃蟹也不能捕，让它可以继续的生长。这个其实都是渔业永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进去见识一下，顺便看看你想要吃什么样的螃蟹？好啊，花蟹好像不错。我很喜欢花蟹，超鲜甜，真的很好吃。看到鲍鱼超大只的，对，鲍鱼超大只。超饿的你还点了2种不一样的螃蟹耶！当然了啊，3点蟹跟花蟹这是一定要的，而且吃是有顺序的，你要先品尝3点蟹，再吃花蟹。因为滋味是不太相同的。是哦。那这整桌的菜呢，除了螃蟹之外，还有牛奶蛤蜊、小卷，还有牡蛎酥。我喜欢吃的胡椒凤乳。那当然，炒饭啊、海带炒蛋这一些小菜也一定要有，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万里蟹料理。没错，满满的海鲜。痛风餐。对，
但在吃花蟹之前，我们刚刚有稍微提了一下它的命名。哦，对啊。但在生物学，我们都会用学名，用拉丁文来命名，有点难念。像花蟹叫做 Calubudis fliata， 那 Calubudis 呢，其实是取自于希腊神话里面的海妖。哦。因为西方的学者在命名螃蟹、甲壳类的时候，常常会引用神话来命名。那像花蟹就是其中之一。那弗利亚达的意思呢，则是指的节气、节日，是好的寓意。对，之所以后面会用节气，是因为壳上面有一个十字架的纹路。哦，真的哎，如果不讲不会注意，只会注意到都是花花的。对，所以在英文上面呢，花蟹也可以直接翻作十字架蟹。哇哦，那三点蟹呢？它也有名字吗 ？Hotunus sangrinus lentis。好长哦，我也觉得很长。它是有意思的吗？有意思，当然我刚才发音可能没有那么的准啦。直接翻译的话就是血腥的波托努斯。波托努斯呢是罗马神话里面的港口之神啊。因为呢三点蟹它是梭子蟹，尤其它的最后一对尾足是呈扁平状的。那当然梭子蟹大部分都有这样的特征。因为是扁平状的，所以有点像是船桨，善于游泳。那这一种螃蟹又很常在港口旁边出现，所以呢才会以波托努斯来命名。那为什么会用血腥这两个字呢？你有没有看到它的壳上面有3个红点？对啊，对西方人来说，它看起来就像是血腥的红点一般，所以以此来命名。之所以三点蟹会有这样子的外壳，其实是一个拟视眼的功能，敌人看到的时候好像有大眼睛在瞪着。是哦，对，不过呢，还是上到人类的餐桌上了。的确，美味佳肴，它蛮好吃的。对，那说了这么多，我们是不是该来开动？今日最满足，吃到螃蟹了，有满足你吃万里蟹的欲望了，对吧？有，大大满足。我觉得花蟹跟三点蟹它们味道真的很不一样哎。然后我们吃的花蟹其实它是非常鲜甜，相较之下三点蟹比较清淡一些。那个真的很好吃哎，我觉得今天这样可以的啦。今天非常感谢龙王啊，真的骑着龙王来的确是蛮舒适的啊。其实这一路骑过来，因为我们以前也曾经接触过第一代的 DRGBT， 到现在的第2代，那有小改款之后呢，你会很明显感觉到车款的演化和进步。那同样的产业也是，因为万里蟹在这个地方发展已久，捕蟹的技术是有进步的，对。可是同样的捕蟹的管制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不能过度捕捞。对啊，那如果过度捕捞以后就没得吃，不然的话就只有海鲜文化而没有海洋文化的。不论是车款或者是像渔业，其实都有演化的过程，并且在这当中，大家要不断的去更新精进，就跟车子一样啊。像我们今天骑的这一款，它就是用马达下去推进它的动力，其实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演化跟进步啦。对，没有错，毕竟油电的时代嘛。对啊，好啦，来去看看海吗？还在这边看，也还蛮不错的啦。你这样子有吃饱吗？很饱哎。干嘛？没有在吃吗？这样就满足了。但是我觉得 DRGBT 有一个性能，我好像还没有好好的试出来。什么性能？你有没有看到那边有满满的沙滩？干嘛呀？如果可以骑下去飙沙，好像也是一种玩法。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如果啦，直接回家好了。你受不住的啦。走，结账。